这个是一个金属的雕塑，这个金属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球，但是呢又缺了一些东西。虽然说是不锈钢的雕塑作品啊，但你看其实用了各种各样的色彩，这个就完全涂上了红漆啊，这一幅啊很美，黄色、红色、蓝色，还有不锈钢。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平台啊，在这样的一个高度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我正对着就是珠江的后航道啊。嗨，大家好！一场大雨，我开着车来到了广东美术馆，也就是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三馆合一的其中一馆啊，广东美术馆。我们现在进馆去。外面应该还在下雨，但是比刚刚小了一些啊。这边有吉列行齐白石艺术研究展，这应该是要卖票的。我们先去看看免费的展览再说。上次我记得只来过这一层，还没有去过上面。再来看看这个东京，我看到对面有白天鹅宾馆，这个是白鹅潭啊，正好是三江汇合的地方，应该说广州最美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地方。现在我来到了2楼，一般来讲呢，这些公共美术馆呢，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展览。这边看看是一个4G导引光之镜中的自然，4G导引光之镜中的自然，赫利顿西夏个展。这是关于艺术家赫利顿西夏介绍。看来这个人的作品呢，被很多国家收藏。这个是一个金属的雕塑，这个金属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球，但是呢又缺了一些东西。球形光，这个是这位艺术家赫利顿西夏镜面抛光不锈钢，感觉它展现的是自然的完美，同时又有人生的缺陷，这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作品。这是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介绍。赫利顿西夏70年出生，现生活工作于意大利米兰和阿联酋迪拜。他以不锈钢为主要媒介，围绕雕刻光线的艺术理论进行创作。风景与想象之间，意大利当代艺术在中国。这个作品啊，你看也有绘画的手法，然后是成型的作品，大理石颜料。城墙碎片，虽然说是不锈钢的雕塑作品啊，但你看其实用了各种各样的色彩，这个就完全涂上了红漆啊。这个是名为秋光的作品，这是一幅蓝色的作品，春光。应该是这种金属的作品上面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以表现不同的基底，但是它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呢，就是不锈钢。
抛着锃亮的光面。它这些手法和完成的作品之间相似度还是非常高的。感觉这就是雕塑的印象派，或者是印象派的雕塑。感觉是艺术家，这是在他的生活所见，然后有了灵光乍现，先有这些初稿，然后就有了这些雕塑出来的作品。这一组很美，黄色、红色、蓝色，还有不锈钢。破蓝之光，破黄之光，破红之光，破白之光。这是下的光。这个就是门口这个球形光的小的雕塑。球形光。涂上颜色的作品，下光。最后一个想必就是中光了，剩下秋冬都齐全了。又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的球形，长得像一个地球。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用不锈钢很纯粹的金属材料来做的一个雕塑。就这种语言非常的洗练通过这种简单的雕塑语言，结果呢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一种自然环境，同时也会联想到人物，想到星球，想到大自然，以及生活在星球上的生物。风景与想象之间，这应该是一个关联的也是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展。这应该都是一些油画，也是非常抽象的油画。这幅作品就不是简单的油画作品了，类似一个用颜料塑造的一个雕塑了。这应该是古人。这个完全是立体状的一幅油画，睡莲。这是第二幅睡莲。这是展示了什么意境呢？这些睡莲上面的类似的这种漂浮物是现代垃圾吗？这是山上窗口外面的大海。这像一个摄影作品。海边的一座空房子。
这样的作品完全是像摄影作品确实是一个摄影作品，叫《冰冷的眼睛》，但是呢，又让人家感觉是像一组油画。这是小尺寸的睡莲，圆形的睡莲。这边呈现的一些光影还是不错的。在展馆里面走了一圈，看到一位意大利的雕塑家，用极为新颖的雕塑作品，展现自然，展现他的价值观。好，我们再到3楼去看看。这边很美的，外面应该有个步道，也可能现在没有开放。在3楼的中厅这里呢，看到一位许江的艺术家的有关葵花的作品。你看他把葵花放得很大，然后弄成了一个一个的立体的作品。而这个作品呢，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应该是陶瓷吧，烧结而成还是拼接而成？这个还是非常大胆的创意，很神奇。顺便呢，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这个中厅，这个美术馆的非常明亮的一个中厅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天幕都是透光的，边上用了落地的大玻璃窗。这边呢更美了，你看这边就是一个室外的平台，正对着白乐滩，这里看珠江三江汇流之处，应该是角度最好的地方。这个门出来其实应该是介于2楼、3楼之间。我们到这个室外的栈道平台上面来走走。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我正对着就是珠江的后航道，对面呢就是海珠区，那边其实就是洲头堆以前的码头。这一路过去呢，这个后航道一直过去就是鹤洞大桥了，这一面没走几步呢，就是太古里了。我们再这么走过来看看。
转过来呢，正对的就是珠江。你看啊，前面是人民桥，在前面是解放桥，这一路过来，沿江路正对面的就是沙面啊，就是白天鹅这个宾馆所在地方。那边呢也有码头，然后这条航道呢一路向西而去，所以就形成了3条江在这边汇集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下面呢，就是白鹅潭的大湾区艺术中心前面的一个广场，也是一个清水的平台。这个地方太美了，现在雨已经停了，还真不错。这边有一个阶梯型的广场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。这下面是游客止步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丹楼的中心。前面应该还有4楼的参观，我们再到4楼去看一看。中国当今的社会犹如改朝换代以后，使人们的这种文化意识开始觉醒，艺术家们开始有了更前瞻性的视野，所以这些艺术家永远是走在文化的前面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让人感觉到就好像走进了未来的中国，走进了未来的中国的文化氛围之中。所以今天看到这些作品，无论是引进意大利的、国外的艺术家的现代作品，是那种抽象化的作品，还是国内的一些雕塑家，是他们的这种新颖的前瞻性的抽象的作品，是无不预示着中国人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。虽然还仅仅是曙光乍现而已。这里介绍的都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。馆长王少强是出生于汕头，现在生活工作于广州，广东美术馆的馆长。这边也有很多韩国的艺术家。总之，这些作品呢，跟我们心目当中的中国传统的绘画、艺术作品等等，还是有很大的差异。就感觉有些作品离经叛道，或者说是另辟蹊径，有些颠覆认知。像有默克的作品。
这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谷歌地图啊，从天上望下去的居民人家。我还以为这个展馆到了4楼就结束了，其实这边还有去看5楼、6楼的展馆。我们站在这个展览馆最高的楼层来看看这个3馆合一的建筑物边上的道路，还有远方的珠江的景色。这个6楼啊，外面还有一个大平台，还种了一些草坪啊、叶子什么之类的。但是现在并没有开放了。非具象的剧场，抽象艺术作品展。今天看的人已经有点多，有点杂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见好就收，留一些等到下次有空再来观赏。第一次来到这个广州新美术馆的楼上，不仅呢参观了很多作品，同时呢也探究了一下这个美术馆结构之美，还有这个美术馆外面的三家汇流的美的风景。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有收获的。也正因为这个美术馆占地广阔，拥有6层无数个展厅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等到将来的时候好好的来看看。应该说可以来无数次，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呢，相信就会有不同的展览。虽然很多作品我们也未必看得懂、欣赏得了，但是仿佛也看到了一些未来的文化艺术的元素，说不定对某些人来讲就由此打开了艺术的灵犀。参观我们美术馆各层的展厅啊，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展厅 A 空间，其实这是一家文创商店，他们也有一些作品可以购买。这就是这位艺术家李章的作品，4699块，应该是一幅油画。
外面的在下雨啊，我们也不到外面的停车场去闲逛。今天呢，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啊，在白天鹅这个艺术中心的情况就到此结束。现在打算找个车去，骑着我的车就回家去小小的风雪和开场。考虑事情再见，拜拜。